Hello， 耳機裡、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呀！我是你們的主播青青楊，又在這個溫柔的夜晚和大家準時見面了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個藏在日常裡，卻能改變我們生活質量的話題——學會說話。其實我們都知道，說話是本能，但好好說話是本事。生活裡，我們見過太多這樣的例子。同樣是關心別人，有的人說出來讓人心裡暖暖的，有的人卻說得讓人想反駁。同樣是提出不同意見，有的人能讓對方欣然接受，有的人卻直接引發爭吵。同樣是想表達感謝，有的人一句話拉近距離，有的人卻顯得敷衍客套。不難發現，人與人之間的很多矛盾、誤會、隔閡，往往都源於不會說話。而反過來，會說話的人，不管是在工作、生活還是社交中，都更容易收穫好感，得到支持，甚至能把壞事變好事。今天，青青楊就結合幾個日常高頻的場景，給大家分享一些說話的小智慧，句句實用。希望聽完這期，大家都能變成會說話、讓人喜歡的人。一、日常溝通，把命令句換成商量句，讓人舒服的第一步。先給大家舉個很常見的例子，比如同事之間協作，你想讓對方幫忙整理一下表格，直接說：“你幫我把這個表格整理一下。”這句話很直接，不帶情緒，但聽的人難免會有點不舒服。感覺像被安排任務。但換個說法 XX， 我這邊有點忙，這個表格你方便的時候幫我整理一下嗎？麻煩你啦。是不是瞬間感覺好多了？再比如和家人相處，你想讓老公幫忙倒個垃圾，直接說你去把垃圾倒了，他可能會敷衍，甚至心裡不爽。但你說老公，我有點累了，你能不能幫我把垃圾倒一下呀？辛苦你啦。他大概率會主動去做，還會覺得你貼心。這就是說話的溫度。日常溝通裡，少一點命令，多一點商量；少一點你必須，多一點麻煩你；少一點我覺得，多一點我們一起。不是要我們刻意討好，而是用讓人舒服的方式表達我們的需求，尊重別人的感受，也是尊重我們自己的關係。二、面對批評，別着急反駁，學會先接住，再補充。生活中被人批評、指出問題是很正常的事，但很多人一聽到否定，就立刻開啟防禦模式，急着辯解，不是我，你不懂，這不是我的問題。結果呢，不僅沒解決問題，還讓對方覺得你態度不好，矛盾升級。給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，先接住情緒，再補充事實。比如領導在會議上指出你的方案有漏洞，你不要馬上說我覺得這裡沒問題，而是先回應：領導，您說的這個點我聽到了，確實是我考慮的不夠周全，感謝您的提醒。先接住認可，再補充：我回去之後馬上把這個部分調整一下，補充 XX 數據，明天給您反饋。這樣說有3個好處：一、體現了你的態度，讓對方知道你尊重他的意見；二、避免了正面衝突，讓溝通更順暢；三、展現了你的解決能力，讓對方覺得你靠譜。反過來，如果你被朋友吐槽，你最近怎麼總不回我消息，不要急着說我最近太忙了，而是先接住：對不起啊，讓你有這種感覺了，是我不好，最近確實有點忙，忽略了你。再補充：我之後每天抽10分鐘跟你聊聊，不讓你等啦。你看，先接住感受，再解釋原因，對方是不是更容易理解你？三、表達感謝，別只說謝謝，加上具體細節。我們都知道，別人幫了忙要說謝謝，但說實話，一句乾巴巴的謝謝，有時候真的有點敷衍。比如朋友幫你搬了家，
你只說謝謝啊，他可能心裡想，就這。但你換個說法，今天真的太謝謝你了，幫我搬了這麼多東西，還幫我把家具擺好，累得滿頭大汗，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了。下次我請你吃大餐，是不是瞬間覺得你的感謝特別真誠？再比如同事幫你補了工作的漏洞，你說謝謝你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這個漏洞就被發現了，你真的幫了我大忙，太感謝了。對方會覺得我的付出被看見，被認可了，下次他還願意幫你。這裡給大家一個萬能公式，感謝加具體細節加你的感受。謝謝你幫我整理資料，感謝那些數據我看了好久都沒理清楚細節，你真的幫我省了好多時間，感受，太愛你了。簡單一句話，卻能讓對方感受到你的真誠，為你積攢好人緣。4. 拒絕別人，別含糊其辭，學會溫柔堅定。很多人不敢拒絕別人，因為怕傷感情，結果自己委屈，對方還覺得你好說話，下次變本加厲。但其實不會拒絕才是最大的消耗。拒絕不是不禮貌，而是要學會溫柔堅定。給大家幾個拒絕的萬能句式，大家可以記下來用。1. 表達理解加說明原因加明確拒絕。比如朋友找你借錢，你不想借，可以說我理解你現在遇到難處了，表達理解，但我這邊的錢也有規劃，暫時周轉不開，說明原因，真的幫不到你，不好意思呀，明確拒絕。2. 肯定對方加說明自己的局限加給出替代。比如同事想讓你下班幫他做 PPT， 你不想做，可以說你這個項目確實急，肯定對方，但我今天下班已經有約了，沒辦法幫你，說明局限。你可以試試用 XX 模板，或者明天早上我幫你看看，給出替代。3. 堅定態度加不解釋太多。比如有人一直打探你的隱私，你可以說這個問題我不太想聊哦，我們聊點別的吧，不用解釋太多，解釋越多，對方越想追問。拒絕的核心不是找一堆借口，而是堅定地告訴對方我做不到，同時保持禮貌。真正在乎你的人會理解你的難處，不理解你的人，你再解釋也沒用。5. 表達情緒，別用指責句，換成感受句。夫妻、情侶、家人之間最容易因為說話方式吵架。比如老婆看到老公回家就玩手機，不做家務，脫口而出，你天天就知道玩手機，家裡一點都不幫，你根本不在乎這個家。老公一聽就炸了，我上班也很累啊，想休息一下怎麼了？然後就開始爭吵，根本沒解決問題。但換個說法，老公，你今天回家一直玩手機，我一個人做家務有點累，感覺有點委屈，說感受，能不能幫我一起分擔一下呀？說需求。老公聽到的是你的委屈，而不是指責，自然更願意配合。再比如孩子写作業磨蹭，你不要說你怎麼這麼慢，一點都不上進，可以說媽媽看到你寫作業寫了很久，有點着急，說感受，擔心你熬夜太累，我們能不能一起制定個計劃，慢慢加快速度呀？說需求。把你怎麼總是換成我覺得，把你不關心換成我有點難過。說話的目的是解決問題，不是發洩情緒。學會用感受句表達，既能說出你的想法，又不會傷害對方，這是最高級的溝通。6. 學會閉嘴，沉默也是一種說話的智慧。會說話不是多說，而是會說。有些時候，閉嘴比說話更重要。比如別人在吐槽抱怨的時候，不要急着發表意見。比如別人正在生氣情緒激動的時候，不要急着反駁。比如在公共場合，不要隨意評價別人的生活。
沉默不是軟弱，而是一種尊重。你可以不認同，但請尊重別人的選擇。你可以有意見，但請在合適的時機說出來。有時候，安靜地聽着，比說一堆大道理更讓人舒服。最後，想和大家說，學會說話從來不是一件複雜的事，它不需要我們油嘴滑舌、能言善辯，而是藏在細節裡的善良、換位思考和真誠。一句話能讓人暖很久，一句話也能讓人涼很久。我們可以慢慢練習，從日常的小場景開始，改變一句話的說法，慢慢感受身邊人的變化。願我們都能變成會說話的人，說出溫柔，說出真誠，說出善意，用語言傳遞溫暖，也收穫更多的喜歡與好運。好了，今天關於學會說話的分享就和大家聊到這裡了。我是青青楊，如果你覺得這播客有用的話，請點讚分享給身邊的人。你也可以送我一杯小小的咖啡，讓我有更多分享的動力。感謝你的收聽。如果有什麼想了解、想聊的話題，都可以在評論區留言，我都會認真看的。願大家都能好好說話，被世界溫柔以待。我們下期播客不見不散，晚安。